一个有趣的展示是斯坎德培英雄著名的山羊头盔的复制品，其原件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。来到博物馆2楼走廊里，看到了一些塑像，应该是斯坎德培的部将。博物馆里面设计的既有历史感，又不失现代感。据说设计师就是霍查的女儿和女婿。斯坎德培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后，在阿德里安堡接受了军事训练，成为奥斯曼帝国指挥5000骑兵的将军。在一系列战斗中取得胜利后，斯坎德培被封为阿纳夫特鲁·伊斯坎德贝伊，意为阿尔巴尼亚的亚历山大大老爷。斯坎德培的名称由此而来。此时的斯坎德培在暗中坚持与匈牙利、威尼斯和拉古萨等基督教势力保持联系，以寻找时机。1415年，奥斯曼帝国在克鲁亚要塞驻军。1443年11月28日，匈牙利军队的强力进攻使土耳其军队节节败退。斯坎德瞄准时机，带领自己的侄子哈姆扎·卡斯特里奥蒂及300个阿尔巴尼亚骑兵离开前线，前往蒂博拉。几天后，他利用苏丹的一道假命令，骗开了克鲁亚的城门，在人民的支持下，消灭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卫戎部队。此后，斯坎德培皈依了天主教，使用黑色双头鹰作为自己的标志，后演变为阿尔巴尼亚的国旗。从此，自由的阿尔巴尼亚公国得以恢复。数天之内，阿尔巴尼亚中部的一系列要塞均被阿尔巴尼亚人控制。1450年5月4日，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率10万大军入侵阿尔巴尼亚，企图攻占克鲁亚要塞。斯坎德培集结军队1.8万人，包括他的禁卫军3000人和少数贵族部队，大部分为几乎没有战斗力的农民武装，兵分3路，留下1500人驻守要塞，自率精兵埋伏于北面的山上刺激歼敌，其余兵力组成数个机动部队袭扰侵略者。奥斯曼士兵包围并使用重炮轰击克鲁亚要塞，并多次组织强攻，遭到城内守军顽强反击。守军在与城外伏兵形成内外夹击，导致奥斯曼军队阵势大乱并损失惨重。后来，奥斯曼军队又多次攻城，但均未奏效。在冬季来临之前的10月26日，精疲力尽的奥斯曼大军丢弃了近2万具尸首，而匆忙撤退。斯坎德培所率军队取得了第一次克鲁亚保卫战的胜利。此后，
克鲁亚便成为斯坎德培起义军的指挥中心。为了捍卫阿尔巴尼亚来之不易的独立与自由，斯坎德培联合各地公爵成立阿尔巴尼亚联盟，并组建了一支约8000人的常备军，还建立了农民义勇军。在他的带领下，阿尔巴尼亚人民与奥斯曼土耳其进行了25年的斗争，延缓了土耳其人对欧洲的进攻，也阻止了伊斯兰教势力向西欧进一步蔓延。战争中，他巧妙使用伏击战术和游击战术，在随后的1457和1467年，又成功地粉碎了奥斯曼帝国大军的2度围攻，取得了第2、第3次克鲁亚保卫战的胜利。据记载，斯坎德培一生共指挥过25场战役，24场获得了胜利。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影响了15世纪欧洲的历史进程，延缓了奥斯曼帝国对东西欧的进攻长达25年。1468年，斯坎德培因病在莱什去世。传说，在听闻斯坎德培的死讯后，苏丹穆罕默德2世惊呼：“最后，欧洲和亚洲都是属于我的。”可怜的基督教世界，他失去了剑和盾。这就是意大利。阿尔巴尼亚，隔海相望。在斯坎德培死后10年的1478年，奥斯曼帝国第4次围攻克鲁亚取得成功。1501年，奥斯曼帝国再度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全境。1906年，在阿尔巴尼亚当地又掀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。在奥匈帝国的扶植下，1912年11月28日，阿尔巴尼亚在发罗拉发布独立宣言，结束了奥斯曼帝国近500年的统治。斯坎德培一生的征战不仅在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史上意义重大，还成为了中世纪欧洲史上一段不朽的传奇。在他去世以后，阿尔巴尼亚人民抗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斗争并未结束，他的名声与故事继续鼓舞着阿尔巴尼亚人民不懈奋斗与抗争。可以说，他用一生书写了巴尔干半岛上永不褪色的英雄史诗。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，建造了斯坎德培大型骑马雕像，伫立在他出生和战斗过的城市克鲁亚。首都蒂拉纳城市中心广场也被命名为斯坎德培广场，并在广场显著位置上
伫立着斯坎德培横刀立马的雕像，主人公高大威武，飒爽英姿，骑在骏马上指挥着将士们英勇作战。光呀，这里非常的美啊，太棒了，太舒服了，好舒服啊，阳光明媚，哇哦，太棒了吧这里！早在拜占庭时期，克鲁亚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宗教中心。1190年，克鲁亚成为阿尔巴尼亚公国的首府。1415年，克鲁亚曾被奥斯曼帝国征服。阿尔巴尼亚1443年，被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斯坎德培重新夺回，直到他于1468年去世。这里都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领导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者的斗争中心。克鲁亚位于阿尔巴尼亚中部，坐落在克鲁亚山脚下，历史上曾2度成为阿尔巴尼亚的首都。12世纪末的阿尔巴尼亚公国和1928年至1939年的阿尔巴尼亚王国。向南距离现首都蒂拉纳约30公里，是阿尔巴尼亚最富庶的城市之一。2020年人口为21,286人。